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长，欢迎来到我的游戏频道。今天这部影片是要介绍我在山田一世的第二只角色火球长旋风真波。这个升华在忍者网使用率是倒数第2名，算是这一季非常冷门的升华。不想跟风玩热门技能的人可以试一下。本来是想先玩暴徒将军战红的，可是矛盾的价位还是有点高，就花了1挑了一把新的密教杖来玩一下这一只火旋风真波酋长。这个角色昨天也已经打过塞巴了，不过我忘记拍了，所以就没有附上打塞勒斯的影片啦。除了被隐形的10次射线弄死之外，还有走位失误死了2次，基本上我觉得以招架来说算是不错的了。而且这个流派的天花板很高，后期可以再换不少装备和新团来提升伤害，想要把往秒阶段应该也不是什么问题。只是现在还在季初，我也不想把装备弄得太贵，所以就先以低造价的方式拍一下。前面可以看到刷图的体感还是很棒的，配合火结和震波的伤害范围，打起来似乎有一种爆炸力的快感。刷图体感很不错，看到怪转进去就对了，比较不用像法系角色要先清掉再走过去这样。盗贼的部分我一律都选择通杀，因为我很常换流派在玩，所以多杀一杀比较方便。这个流派是使用野蛮人升华酋长来玩的，升华是点物理转火焰伤害和土人的相关能力，以及天赋拿了火之化身，达到全火伤的状态。长杖有一些很优秀的天赋点，像是暴击时获得耐力球，格挡时获得暴击球等等，再搭配鲜血狂怒这个技能，基本上打图层你就是3种球都有的状态。生存能力方面就是约5500到6000左右的血量，以及点了天赋的侧身之击，攻击格挡有 75%， 法术格挡 20%， 再加上常驻的3颗红球这样。平常刷土祭坛等等都还没有什么问题，在打王时有一些大招会吃不下来，伤害比较高的招式还是要闪一下，毕竟这不是一个防御走向的流派。刺刺鸟的部分一样会有点痛，可以使用中型星团的焚尸路这词解决。然后打祭坛或者打王时，务必要放图腾来增加你的伤害。这个流派有差图腾的伤害大概是没有差的2倍左右，不过平常打图也是没有再差就是了，伤害还是很够的。武器我是选择这一季新的传奇长杖库鲁马克的灵杖，这把杖只有打密教王卡塔丽娜会掉，掉出来的杖有3池可以揭露的引力池。我是选择了物理伤、几率2倍伤、命中品质这3条。这3条尺的杖我看市面上有好几把一样的，都是11左右的价位。想追求更好的可以挑攻速或爆率等等的词缀，也可以自己做 DPS 更高的黄武，毕竟天花板很高，你有钱就可以一直堆上去。戒指1颗使用了刺客印记上诅咒，原本是用便宜的易燃戒，后来觉得伤害还是有点差，就还是乖乖的花钱买刺客印记了。衣服的话最便宜的话是白袍，其次约几十 C 的6L 黄装，这边我推荐一个 CP 值很高的做法，因为有一些卡片可以换出物等100的6L 衣服，如果底部太好的话就只会卖几十 C， 像我这件没基底是买80 C 还是100 C 忘了，然后花11买一个狩猎子崇高，起出爆率后再上个生命就很棒了，造价不到2亿，算是蛮推荐给客家人的做法。如果你是想连唤醒玉的人，也可以考虑连加一诅咒，戒指就上刺客印记和一人这样。头盔我是使用一般的斜杠头，如果打塞勒斯可以换成自杀头，再上去就是种族军的减火抗头，连上圣战的暴击加成。腰带我使用了一般的斜杠腰，更好的选择是瑞士拉萨之铲，不过这条现在很贵，所以没有列入我的打算。再上去的话就是猎手了，如果你有钱的话啦。鞋子也只是一般的斜杠鞋，想提升的话也可以用不会冰缓和不会冰冻这2词，因为旋风斩遇到冰缓地面很讨厌，转到一般被冰也很烦。项链的话使用敏捷肌力，词缀就是补血补抗，有涂上了元老这个天赋，主要就是加先祖图层的增益效果，所以我才说放了出人伤害大概是2倍左右。项链要再提升的话是用种族军的基底，然后获得物理伤害的火焰伤害，以及伤害穿透火焰杠线这2条。这边要提醒一下，由于我没有任何偷魔的手段，然后旋风斩只耗了5点魔力，只要戒指或项链上了减3或减4的引导技能消耗魔力，基本上魔力就没有什么问题了。注意一下不能捡到0，捡到0的话就不能拿到启发球了。再来讲一下星团珠宝的走向。巨型星团要用物理伤害、双手武器、长杖都可以，只要洗出来的词你有吃到就能用。比较难的是长杖的封建霸主这一词，
这一池等于直接给你护体效果，有这一池的话就不用靠月级拿护体了。不过这一池的权重很低，很难洗，资金充足的人可以试着洗看看。中型部分的话，可以使用火焰持续伤害的星团。对，你没有看错，就是现在蓝神柳很贵的那一颗，只用火焰大师降抗和焚尸乳烧刺鸟，也是非常实用的星团。昨晚我看稀有的池要41，有资金的人也可以考虑一下。我本人是买不下手就是了。再来讲一下这天赋里很重要的一颗希望之弦，池最选用中范围的。塞了这颗珠宝，我额外点了7个天赋 ，CP 值极高的一颗珠宝，主要拿了5颗增伤的天赋，还有侧身之戟和灵师圣殿增加生存，也是很推荐给大家使用。剩下的就是一般的珠宝，我个人挑选的珠宝都在47以下，主要是拿生命和双手近战武器的暴击加成，第3尺和第4尺再找有用的就好。这个流派我实际花的钱大概只有4到5亿，4金瓮是我自己打的，如果没有打到的话，也只是喝一般的猛攻水而已。这个招架对比这个表现，我觉得算满意的，而且天花板还很高，可以再提升不少伤害上去，也是蛮推荐给想玩近战的人使用的。然后再来讲一下这一季的祭坛，目前看来收获太少，痛苦太多，真的想赚钱的话，还是建议不要打吧。想练功升级的话，可以考虑去打劫道，劫道加打白土就好，非常的好练，因为你打红土都会点金，有时候还是会突然暴毙。想练上95等拿仓库的人可以考虑一下。影片后面会放上技能连结和天赋，资讯栏也有角色连结和 POB。另外我的 YouTube 会员也开启了会员功能，如果想赞助一下的话，也可以考虑加入哦。那我们下部影片见啦，拜拜。